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在讨论，我既然有了这个24小时的这个保障计划，那我们在外面跟保险公司买的这个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会不会造成了一个重叠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是不建议，因为你有了这个Lindung 24，你就去把你的私人意外那个保险去给它断保，为了省了可能一笔钱，它没有一个真正重叠的作用。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个人意外保险以及这Lindung 24，它其实是互补的关系，它是重点在于那个 income protection。如果发生意外，不能做工，不能养家糊口，那个SOCSO就会进来，确保你每一个月有津贴，你的家庭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周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为您呈现的理财好好学。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谈谈社会保险 SOCSO 或者 Perkeso 啦。那最近呢，很多打工族薪水入账之后呢，会发现比平时少了。原因是社会保险机构呢推出了24小时的社会保障计划，多扣出了 0.75% 的薪水呢，来缴纳这个24小时保障计划的保费啦。之后还会分阶段调升这个缴纳率，但是经过近期广泛的讨论之后呢，这项政策如今已经改为自愿性参与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疑问反而就更多了。那既然 SOCSO 都已经提供这个24小时的保障了，我自己跟保险公司买的这个意外险，是不是就可以断保？我省下这一笔钱呢？这个24小时的保障计划，它到底保什么，不保什么？甚至有人也不清楚 SOCSO 到底是什么。所以呢，这一期我们会为你一一梳理所有的疑问哦。可是，在访问还没开始之前呢，我先来对这个24小时的保障计划的这个缴纳率啊、申请和取消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啦。缴纳率方面呢，其实这个24小时的保障计划开始之前呢，我们的 SOCSO 基础缴纳率呢是 0.5% 的。有了这个24小时保障计划呢，我们就要额外追加 0.5% 的这个缴纳率啦。这个0.多的这个缴纳率呢，是根据我们的薪水啦。之后呢，它会分阶段增加到 1.25%。所以呢，再加上你的这个 0.5% 的基础保险缴纳率呢，最后你的总缴纳率到很多年之后呢，它会提高到 1.75%， 就是和你的雇主缴纳率是一样的。不过呢，它的薪金顶线呢是6000令吉，这也意味着你的薪水是8000令吉的话呢，你最后你只是需要按照6000令吉的这个薪金的这个顶线缴纳率去支付你的保费。至于未来会不会调高这个薪金的顶线呢，我们就暂时不清楚了。而最近呢 SOCSO 也更新了他们这个24小时保障计划的常见问题 FAQ。因为现在呢这个保障是改为自愿性质了嘛，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受保的话呢，你可以在8月31号之前在 SOCSO 的官方网站填写这个退保声明。必须是要员工自己来填写，不是你的 HR 帮你填啊。那如果呢，你想要继续受保的话呢，你就什么都不用做啦。那你可能会想，我能不能先受保2-3个月之后我要退保呢？要不要受保？这个保障有什么利与弊？我们现在呢，马上请出 VKA 财富管理公司的集团保险业务主管吴正雄来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问题。正雄，欢迎你。你好，周。好，正雄，首先麻烦你帮我跟这些观众来科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知道，我步入社会之后呢，我是薪金当中我会扣除一部分是给 EPF， 一部分呢是给 SOCSO。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其实很多人他们不懂 SOCSO 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你可以为我们的观众简单的解释一下 SOCSO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它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吗？好的，就大家好。SOCSO 呢跟 EPF 它会有它的区别。当我们进入社会，我们打工，我们就每个月我们拿薪水。EPF 大家都很清楚，很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EPF 是什么。只要你打工，你知道 EPF 是什么，大家都很关心 EPF 的新闻、EPF 的动态，还有它的每一年发的那个利率。对那个不用质问，大家都明白。可是当我们说到 SOCSO，每个打工族应该讲大部分打工族，他们一来就说 SOCSO，我的那个薪水单，我看到每个月有扣除。有点心痛，
可是他又没有去了解索索我也不懂这个是么。什么，我就给他扣。就每个月老板扣然后我就被逼的去还那个索索的钱。可能如果不扣的话，我每个月可以喝多2杯的奶茶。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说的索索呢，其实它对我们的打工族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它就好像一个社会保险，或者是有人叫它为社险。所以说，当我们在能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索索我们一点都不会去理会它，不起眼。就比如说你买保险，没事的时候那个保险是放着的，有事的时候你才问我有买保险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社会安全网。当有事的时候，例如因为工作而发生意外死亡也好，意外残疾也好，或者是意外需要受伤需要医疗疗养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才发现索索原来有它的很大的发挥的作用。所以它的理念就是大家员工们一起缴纳一个很小的保费，然后呢，在其中一些人有发生这种工作意外的时候，他可以被照顾，索索会照顾他的家人，提供一些援助或者是津贴，长期或者是短期。所以它不像 EPF 是我们到了退休年龄55岁60岁，我们可以整个 EPF 的那个数额提出来供我们去用于我们的退休生活。对，可是索索它就是在你打工的那个期间你有缴纳保费然后你就是受保，只要工作上有那个意外的发生你就会被照顾所以说它保障的不是我们的存款，而且它是保障我们在打工那期间的一个安全，以及一个我们叫 income protection 收入的能力。这个就是大致上一个索索的最重要的它的重点就是在这边。好，这个 income protection 等一下我会深入的跟你再谈一谈。不过呢，因为近期我先来谈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的这个主轴，就是24小时保障计划。其实每个月工资多扣出来的这个保费，它换来了一个怎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现在我相信大家打工族，尤其是突然间这个索索就好像一夜成名，我们说，大家都很关心，索索我们真的不理的，以前真的不懂到底在做什么？突然间索索因为你薪水又多扣我2杯的奶茶所以很多人突然间一夜惊醒，对，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讲的这个Lindung 24，OK， 简单来说，这个Lindung 24，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 initiative，OK， 一个计划，它要保障的是，它要我们员工们不只是在工作上意外受保，它也要我们工作以外发生的任何意外也受保。所以因为之前那个0.5% 的那个基础是缴纳率，它是只是 cover 我们在做工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上班途中，上班时间算，下班途中也算或者是上班期间我们去吃午餐，那个也算。下班我从公司回家也算，对。所以上班期间还有上班期间的那个午餐的时间段，那个是在我们一路以来缴纳的那个保费的保障里面0.5%的、对。然后现在这个Lindung 24呢，它就是要保障我们除了这一个上班时间的那个意外之外的东西。所以说它如果把这个也放进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全面的全天候了，对，很全面的24小时全天候了，对，一个意外的保险。所以为什么政府它推行这个Lindung 24，它的目的是在于这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记录说上班下班对索索有保护，可是平时的时候意外发生，他们去索索那边要去做赔偿索赔，不能例如假期的话也是可以了，你这样说的话，在Lindung 24还是以前的索索吗？Lindung 24是全天候，假期也可以，假期也算所以很多人会误会以为这个Lindung 24就好像我们买的那个 PA Insurance 就是意外保险了，对所以那个等下我们再谈所以在这一方面它主要保障的还是一种叫意外。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他会误会以为Lindung 24意思是说我如果有疾病我去医院受保吗？没有，因为意外而要给的这个医药费是的，都需要是因为意外而产生的。这个 accident 这个意外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保障里面，意外或者是非意外是很主要的一个关键。好，明白。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刚刚我们说的 personal accident， 刚刚你说的，对，我们个人在外面跟保险公司买的这个意外险，因为其实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在讨论，我既然有了这个24小时的这个保障计划，由社险机构给我们提供的，那我们在外面跟保险公司买的这个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会不会造成了一个重叠的一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舍其一？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疑问，你怎么建议呢？OK， 其实这个东西出来推出过后，我们也是有去研究，到底还有没有重叠的部分。其实我们个人是不建议，因为你有了这个Lindung 24，你就去把你的个人的私人意外那个保险去给它断保，为了省了可能一笔钱，因为它没有一个真正重叠的作用。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个人意外保险以及这Lindung 24，它其实是互补的关系。什么叫互补的关系？就是说刚才我有说，这个Lindung 24或者是说的这个保障，它是重点在于那个 income protection， 收入的一个保障。因为如果发生意外而残疾不能做工，不能养家糊口，那个索索就会进来确保你每一个月有津贴，你的家庭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家庭的开销。他那个每个月津贴好像是按照我们的那个薪金在薪金计算的，它的日薪我们叫一个平均日薪，它的年龄还有它的受伤程度，他们才去计算。当然还有它的方程式，所以那个是说比较注重于 income protection 这一块。可是那个 BA 我们讲的私人意外保险呢，它是一次性的赔偿。如果我买的是因为意外而死亡或者是残疾100千那个保险公司就会赔偿100千，它就是没有了。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他们有可能他们发生意外，他们不是就是一个残疾终身残疾的一个情况，它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例如好像骨折，我脚骨折，我或许暂时这4个月我是无法工作的。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我在外面买的跟保险公司买的这个意外险，它有没有覆盖呢？OK， 如果是这种我们叫短暂性或者是暂时性的残疾，英文是叫 temporary 的一个 disablement， 1个月、2个月，尤其是那些跌断手、跌断脚的，那种3个月、4个月不能上班。外面的意外保险，他们有些会有这种我们叫 rider， 就是附属的一个保障，你有买它就有，然后它可以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礼拜会赔偿一定的数额给你。可是它的赔偿的数额不是根据你那时的薪水的，它就是根据你买的那个保障。它有一个定额了，对，已经定了的。你买几多，它就到时发生的时候，它赔你几多，它不会去取决于你的薪水那时候是多少。可是相同的事情发生的话，在索索这一方面，他们就会赔偿根据你的薪水日薪 ，OK， 然后再来那个年龄跟受伤程度，他们会去决定每一个礼拜还是每一天还是每一个月怎样去赔偿，就是我们所谓的 income 的一个 replacement protection 这样子。那个差别就在于这里。也是有个问题，因为你说到这个会按照，如果就是例如我们就是暂时就有你刚刚说的 temporary disablement 这个情况，我暂时这4个月我是无法工作的，那我去跟索索申请这一个好像他每日津贴的一个情况，病假津贴啦，津贴，它是按照我们的薪水来计算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薪水很高的话，不是要赔很多，还是它有个顶线的呢？就是刚才所谓就你说的那个顶线，就是如果是Lindung 24到6000。它都是按照6000这一个来做，因为它的 contribution， 它的保费只是收你到6000，原来所以它赔偿时候，它也是跟着那个来计算的，它不会说因为你的那时候薪水是2万，它就赔你到2万的一个 formula， 不会的。明白，所以你的看法就是这两个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不能好像有了这个24小时计划，我就弃保我的个人险。不能也因为有我个人险，然后我就不要opt out 这个24小时计划的这个保障，对不对？对对对，到最后还是取决于当事人，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种保障，income protection 还是那种一次性的理赔所以但是还是看个人，因为每个人的风险的那个程度不一样，所以还是取决于那时候我觉得我比较需要哪一样，或者是我的能力，我两边我都需要受保这个是看个人了。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在担心这个退保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我现在退保之后呢，我在2-3个月之后，我又再重新申请这个24小时的保障计划呢？可以吗 ？OK， 现在这个政府那边说他是说这个Lindung 24，如果你要 opt out，你是可以上网申请 opt out，到8月尾，过后呢，他好像有出一个最新的一个指南。你也是可以再 opt in 的 rejoin 的那个，它有对了，就刚刚而已所以它会有这个选项。其实到最后政府也是要 make sure 大家有保障，因为政府的那个一个理想概念就是他希望全国人民，尤其是打工族，
有应该需要有的保障，所以他不会说哦，你出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加入了进来啊，所以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照顾大家，照顾一个打工族啊，所以他就会有这种的 flexibility 在那边。好，还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哇，我现在是不是好像定生死了？这到8月31日我就要做一个决定，所以还是你有这个自由了，你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对不对？可是我想要问很多人，他们会现在还是会衡量，哎，我到底要怎么虽然你是不建议这么做啦，可是有人还是会衡量这个2选1的这个情况。他们会问，保险公司意外险的这个费用到底贵不贵？他们会拿这个来跟SOCSO 来做比较。所以这一方面你怎么看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特别是现在年轻人，他们购买保险，如果他们没有好像你们这种专业人士的话呢，他们通常是贪方便，3合1，医药卡、人寿险还有意外险这种一次过买到完的。对，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说到这些个人的保险，其实到底我需要买几多保险，我需要买几多保障，我需要买哪一种保障，是看个人。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觉得我刚步入社会，我需要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医疗保险，我就会先买一张医疗保险，最 basic 的。所以那个保费呢可能不会很高，可是我先照顾好我需要的一个 necessity， 就是我的那个必须的东西。然后如果我还有多余的一个我们说 budget 预算，我可以再加保，再买一个意外保险，纯意外保险而已。这是意外嘛，大家也不知道几时会发生，在哪里会发生，我们每天在路上跑来跑去啊，所以这个我会再去买一个意外保险。然后到最后还是如果它再有一点点的预算，我还是会建议大家考虑一下人寿保险。所以很多时候3合1也好，一个一个的那个保障去购买也好，还是要取决你那时候需要几多的一个保障。你是单身吗？还是你有家庭吗？如果今天发生什么事，那个保障的那个赔偿金够吗？就是说当我们compare 这个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他给的东西，他保障的东西是我需要的吗？如果不需要的话，你给多保费其实也没有用啊。所以大家当买保险的时候要很理智的去看待我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因为那个东西那个保障看了很不错，不是因为 agent 好像给你这个 rider 那个 rider 你就不错，到最后你给了钱，可是你不懂你买了什么。对啊，这个就是很 common 的 problems 啊。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的market 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买保险，大家已经知道我要买的是什么啊。所以3合1也好，如果3合1适合，可能也可以考虑，为了方便，而且它的保障是适合，没问题。如果你觉得3合1不是我要的，有些还有 investment link 啊，又有那种投资啦saving 啊如果你觉得那个你不想要，那么你就可能要考虑就根据你需要的保险一个一个来去购买啊。所以很难说一个石头可以砸中全部人，不可能，到最后还是看你自己需要什么。好，郑雄，接下来我想要问你关于理赔机制，因为这个是最多人关心的问题，怎么赔？能不能跟观众说明一下，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呢，有哪一些具体项目是可以跟SOCSO索赔的？刚刚你虽然说了一点，不过我想要更详细的。如果它的赔偿金额，这个是最重要的，怎么算？它有没有完全覆盖，还是怎么样的？来，好的。如果在这个林动24的那个赔法下呢，它会根据它的那个保障来索赔。就比如说一个意外发生，通常一个意外发生呢，它会导致可能性就是住院治疗，所以 under SOCSO 这个林动24它有一个医疗的一个保障，或者是因为意外发生，它导致意外死亡，它也有它的保障。再来就是因为意外它导致一个 total disablement， 就是终身残疾。那个是比较严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因为意外而导致 temporary disablement， 就是短暂性的。再来还有就是因为意外而可能失去断了一只手还是一只脚之类的，这些都是under SOCSO这个林动24它有的一些保障。然而我们在看它的那个赔偿金怎样算，它跟私人保险不一样。私人保险已经在那个 contract 里面写到明了，你死亡赔多少，残废赔多少，断手断脚赔多少啊？那个已经写到明。当然了，那边就是看你买几大的那个保障，越大的保障你就要给越多的保费嘛。对。然后在SOCSO这里呢，它的算法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算法，就是根据那个人的年龄 ，OK， 他的年龄，他的平均那个日薪，就是 daily 的 wages，再加上他的那个情形，然后当然有人问，那么
比较年轻跟比较老，它的差别在哪里？对，如果两个人同样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薪水是一样的。OK， 这是同样的 accident， 同样的受伤程度，薪水是一样的，年龄不一样而已，只是年龄不一样。那么比较年长的，他的那个赔偿的那个金额会比那个年轻的来得少一些。那个是他的一个机制。有人会问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那个赔偿是continuous， 就是每一个月，如果是津贴的话是每一个月。然后比较老的话，他们会assume 他那个人他需要的花费跟他的 commitment level 是比较低的。compared to 那个比较年轻的可能年轻的他孩子还小，那比较年长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说会在这一些方面，这些重要的一个观点，他们会去衡量他需要赔几多。是，还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我要补充的就是，其实如果是例如好像爸爸妈妈，爸爸因为工伤还是怎么样的，他去世了，其实妈妈还是可以拿到这个好像每月的一个抚养金的一个援助金的一个情况。对。他那个一开始的那个额度会很高，如果你还有小孩子的话，一开始额度会很高，但是他会一直到你孩子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他那个额度就慢慢减少的，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的？据我们所知，如果投保人是父亲，或者是爸爸，OK， 他因为工作而死亡 ，OK， 意外死亡，然后他的家属就是他的太太，如果有家庭的话，就是太太。或者是如果太太不在了，就是他的孩子；如果他是单身的话，就是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所以他们会收到一个我们叫津贴，每个月的津贴。津贴没有错，它是叫做一个 pension penakat 这样的之类的东西。OK 然后他收到那津贴的那个 amount， 也是要看他那时候的薪水，然后也要看他缴付了几久的一个 Perkeso 的那个保费。他们还有其他的因素，然后如果那个父亲因为工伤而死亡，然后那个如果太太有健在，太太将会是那个拿他每一个月津贴的人，的那个继承人，那个人继承人，然后直到他太太如果也离世了，那个pension penakat的那个数额就会去到他孩子的手上，受惠人就是孩子，受惠人对，就借下去孩子，直到孩子长大一定的年龄，或者是结婚过后，那他们就会停了。如果他是没有孩子的话，就会传去他的父母的话，就是拿到他父母也离世了，他们就会停了。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叫 complicated 的一个 arrangement 的那个操作。对，不过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援助，是它是一个很 long term， 我们叫 long term 的 commitment 的。是相比好像如果你在外面买的那种商业的那种个人保险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对，它这个是每个月一直给你的。是的，不过计算到底怎么样是他们自己，他们来决定，还有的那个方程式，是他们的方程式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所以说，为什么刚才一开始就说这个SOCSO的保障是比较注重在 income protection 收入那一方面。好，明白。我们说完这个刚刚你说的这个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索赔啊，然后过后他赔多少？另外一个也是有很多观众在关注的，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我送去医院，我做手术还是怎么样的骨折手术之类的，医药费其实不便宜。这个医药费它的覆盖程度怎么样呢？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不是很喜欢去政府医院，我们都知道的，他们想要去私人医院。这个覆盖程度怎么样呢？ OK， 如果我们说到因为意外而需要去接受医疗那个治疗，在这个SOCSO的保护下，如果因为意外他去如果那些政府指定的政府医院 SOCSO 的那些指定的诊所，通常它是全保了，可是它还是政府的诊所跟医院。相反的，如果我今天选择去私人医院或者是私人诊所，因为意外，也可以，你去了，你给了钱。那个单你也可以拿回来跟那个SOCSO去报销，可是重点在于你报销的那个数额肯定不会是全款他会根据他们SOCSO的一个assessment， 我们叫审核来看我需要赔你多少，可能那个单是3万，他可能只给你1万，或者是更少，他们会根据他们的审核。所以不是说你不可以去私人，你可以去私人医院、私人诊所，可是你要有那个心理准备，你拿回来报销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数字，一个差额，对，所以怎么样都好，还是要有一张医药卡。是的，所以关键就来了，医药卡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SOCSO 那边如果他赔了你一部分的钱，然后其余的你就可以去索赔在你的个人的医药卡、医药保险。所以是先SOCSO后医药卡的，可以这样子决定，可以这样子说。能不能我同时向2家申请3万块的医疗费？我向这个保险公司申请3万，我也向SOCSO申请3万，到最后看他给多少？不行，你只能一个一个来。就是 first party、second party。如果你已经跟医药卡已经索赔了，其实医药卡如果它足够那个保障的话，它就赔完你，所以你已经不能去SOCSO那边理赔。顺序通常是怎么样呢？是先医药卡先，还是先跟SOCSO索这个意外发生的这个医疗费呢？如果你要 benefit from 两边的话，你需要先去SOCSO先，你去SOCSO那边你索赔。可能3万他赔你1万，然后另外的那2万你就需要去保险公司索赔。明白。当然这些也是要看他的case to case 啦，我们叫也很难说。而且那个迫切程度，因为其实很多网民他们说SOCSO他处理很多 case， 其实他那个速度也是你要考量的一个因素啦，对不对？是看你怎么样取决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能不能同时像这个已经谈了涉险还有保险公司，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这个24小时的这个保障计划，它有什么盲区吗？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它没有保的？因为你这么说，我觉得好像很诱人呢。那全天候有什么是它没有保的呢 ？OK， 这个Lindung 24呢？那个官方那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已经写得很明显，就是如果这个意外发生在境外，就是国外，一律不受保。第一，第二就是他的这个我们叫疾病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SOCSO Lindung 24疾病是不保的。所以很多人他不知道，他以为我中了疾病，我去医院，然后我回来跟SOCSO索赔，这个是不行。意外的这个医疗费才可以。所以这2个是很重要的那个关键，它不保的地方已经写得很明确了。好，现在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整个SOCSO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来到访问的尾声呢，我也是想要问你，因为刚刚你已经跟我们说了，这个如果是刚步入社会的一个新鲜人，他又是 B40群体，因为没有可能你刚步入社会你就是 T20 了嘛。当然，但我都希望，我也是希望，所以你刚刚你已经给了一个投保的一个顺序，一开始比较迫切的一定是医药卡，是不是？紧接着下来就是那个人寿险，是之后还有意外险，是不是？先意外险还是人寿险？意外险，对，所以先医药卡，之后意外险，之后再到人寿险，是，之后最后还有排在后面的还有什么险吗？应该没有了。其实对个人呢，这3样是比较重要的，个人来说，对。好，那么如果是新手，我刚出来，我什么都不清楚，对。我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很多人在 review policy，重新的去审视他们的这个保单，你会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建议呢？我个人认为，在保险这一块呢，我们要先把那个最高风险的一个我们说保障先拿起来。就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风险是最容易让你的家庭的财务就陷入危机？就比如说，如果是打工族，我们要有SOCSO就是我们一直提的 income protection，这个每个人都要吃饭，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每一个月开销、吃饭钱都是要继续走，所以这个 income protection SOCSO是肯定是第一。然后接下来医药卡，很多人说很贵，买不下手，不舍得买，越来越贵。对，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医药费是不便宜的，小事则几千，大事过百千。你真的不知道，你不能想象的，对，你也不懂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真的，他说对，所以医药卡是我可以说是除了SOCSO之外，医药卡是最重要。至少我们要确定说，就是当今天我生病，因为不是说老人才会生病，年轻人也会生病。今天我生病的时候，我有没有本事处理我这医药费，这庞大的医药费？尤其是在这几年，大家都明白那个环境，所以医药卡对医疗通膨，所以这个医药卡的钱，我只能说，我可以少吃2碟饭，可是我还是要去供这个医药卡，这个是很重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有说的，意外保险，意外也是一个没有人想象得到的。
意外随时可以发生，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不管他几岁。当他来得很快的时候，你是一个措手不及。这个意外保险其实老实说，它不会很昂贵，它不会昂贵，所以买一个小小的意外保险，至少有一个保障。突然间发生的事情，两脚一伸，至少我们的家人不会受牵连。身后事之类的，他说也是有，因为他很快的，他来得很快，意外是来得很快的。再来，最后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寿保险，尤其是年轻人，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寿保险，我才25岁，要来做什么？要来做什么？你叫我买这样多人寿保险，每年这样子给，对，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当然没有对，没有错。那个就要看那个年轻人本身他的那个我们说经济责任有没有经济责任，他经济责任有几大？就比如说什么叫经济责任？他有没有房贷？有没有车贷？个人贷款、信用卡，这些是他个人的那个经济责任，或者是他需要供养父母、供养家庭，尤其是男人，这个经济责任我们说很重要。为什么？两脚一伸很简单，你都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身边的人还要帮你处理那些贷款，需要钱，他们需要继续生活下去，你不要拖累，也要钱。所以你问我，人寿保险是买给谁？不是买给自己，买给我们的身边的人。对，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本事继续生活下去，维持那一个生活水平？其实人寿保险也不贵，也是算是给他们一个保障，算是。对对对，年轻人的人寿保险其实很便宜的，可是当然越老的时候，它会比较高一点。跟医药卡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对，所以你问我这个人寿保险可有可无，我不这样觉得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花费的，所以那边就可能需要一个人寿保险来处理。有个问题，重疾险呢？对。重疾险就是我们叫的 critical illness，因为很多人会把重疾险跟医药卡混为一谈。是的 ，OK， 讲到重疾险，我就要谈一谈医药卡那个钱是给医院的，重疾险 critical illness 保险那个钱是给本人的，给我们本身的。我们生病的时候，对医药卡可以帮我们给医药费，可是你接下来可能你不能去上班。或者是买补品，对，你需要 recovery 治疗，对，那些都是需要用钱，是，所以重疾险就在这里会发挥它的作用。很多人他们忘记了，他们讲我有买了医药卡，我有买了人寿重疾险了，他忘记了重疾险。像我就会问他们，医药卡可以解决了医院，你有人寿两脚一伸解决，可是你医院出来还没有两脚一伸，那段期间你的花费去哪里找？补品 recovery treatment 那些 alternative 的东西，那些全部都很贵。而且现在很多那一些比较新颖的 treatment 治疗，医院有可能没有覆盖的，你的那个保险有可能没有覆盖的。是，所以在重疾险这一块，我本人我会也很注重重疾险，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例子，他中了来说心脏病，医药费治疗出来。他还是要用了很多钱呢，去买补品，去做那些复苏，不然就是那些中风的，我们说中风的，他需要做那个 rehab 康复的复健，那些全部都是要用钱。你要买道具之类的，有可能你不要在医院做复健，你自己在家，你请人过来，这些也是要钱。所以重疾险也是一个常常被人遗忘的一块。好，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要问的就是，其实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挣扎的一个课题。在购买医药卡方面，因为很多人他们就会看到，其实一个保80岁，一个保70岁，一个保75岁还是怎么样的？有保75岁的吗？有。那个差别是很大的，那个费用是不是？你怎么看呢？你会建议，如果是真的是好像 B40，我经济能力不是很够的话，我能不能先拿着这个保70岁的 ？OK， 他们很担心到80岁我就这个也是一个现象，因为如果你去买一个医药保险，如果那个医药保险会在70岁就 expire， 就 expire 就已经不保了，它的那个价钱通常会比一个去了80岁、85，或者是有些去了99岁。来的便宜，这个是我们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要买的时候，他们就想，我会活到几岁呢？他们就会问自己，
我都几岁呢？可是没有人懂啊，真的没有人懂。所以在这个保障方面呢，也是要看你个人的那个能力。如果你觉得我买到70岁，我现在只能应付这个到70岁的一个负担，那么就没办法了，我们就去到70岁。或者是多几年，可能我赚的比较多一点，我就再来加保。哦，可以再加保，可以加保，或者是再买一个新的保单。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保险公司他们也有这种给人家加保的 option，当然那个不在我们可以 control 的范围之内，对，可是还有那个 option， 每家公司都不一样，对，就好像我们刚出来的社会，我只能买到一个70岁，我就先买这些，可能我30岁、35岁经济能力条件比较好的时候，我再买一个可以去到85岁或者是99岁，所以我们不是买了一个保险就放到我们老，不是，我们买了保险。几年，可能一个3-5年，我们要做一个 review，评估一下我们的保险有没有跟上时代，那我们的能力能不能让我们有更好的保障，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action 我们讲。对，因为说到这个我真的很有感，因为很久之前买医药卡的那个 annual limit。50千，对，500千还是怎么样的？这个现在哪里够用？我问你。是的，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上一代。不是 annual limit， 它是 lifetime limit。对lifetime limit。我们上一代就是我们上一代，它只是可能一个150千。对，那个时候算很多，那时候很多，40年前。现在根本不算什么。现在150千可能2次啦，普通的话2次就用完了。所以他们因为上一代他们比较。在保险这里那个 literacy 没有那个意识，对，所以他们不会去看，就一买了就买放了40年，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要的是每几年，可能5年，我们做一个 revision， 一个 review， 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好，非常感谢郑兄你跟我分享了那么多，谢谢你。好，谢谢周。好，也希望你们在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对这一些新的保险政策或者是细节啊，还是你要买保险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好的认知，也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啦。当然是否要继续受保还是要退保呢？嘉宾给的也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啦，你还是要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做决定啦。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想要了解的一些理财课题的话呢，都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们。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